台湾的海军呢还有潜艇，还能够执行这种作战的任务。事实上呢，它根本就不可能执行这样的任务了。所以我们讲就是他现在发布这样的消息，完全是呢自欺欺人，或者是呢给外界一种假象。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这个台湾当局还传出了一个消息，说这个南海好像美国还有日本都在那儿搞军事演习。搞什么军事演习呢？反潜的军事演习，反潜艇因为美国的潜艇在这个南海的区域里边呢，撞上了海底的这个不明山脉，所以呢造成了潜艇的严重损坏。并且把这个美国潜艇的这个艇长、副艇长，还有一个士官都给他撤职了。那现在呢，美国和这个日本呢，又重回南海，又在这儿搞什么反潜的演习我们先说美国的潜艇在南海，它撞了山脉，并不是和其他国家的潜艇相撞所以这个问题要排除。那既然是你自己撞了山脉，是你自己航行的问题，那这个跟其他国家发展军力或者维护自己的安全，首先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第二点，美国和日本都是域外的国家，你们在这个南海搞什么反潜？你反什么潜？因为这是别人的家门口别人即使有潜艇在这里训练，有潜艇在这里执行任务，那也是在别人家门口维护自己的安全，跟你美国和日本也没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演习又是针对性的，或者是挑衅性的因为你要侦察别人的潜艇，你要看别人家里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看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你日本、你美国你这些域外国家在别人的家门口里就是搞这种军事上的活动，搞这种所谓反潜的演习，那你是什么目的还不是兴风作浪吗？还不是要显示就是你们国家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在南海的存在吗？那么台湾当局为什么要说台湾的潜艇定期的到南海进行侦训？这个它是配合美国和日本吗？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潜艇的能力和美国和日本差的是天壤之别，可以说是首先，美国是根本就不用常规潜艇的早就不用了，20年前就不用了，都是核潜艇，而且性能很先进。那么即使是日本，它的潜艇淘汰率也非常高，就是20年基本上就换了，不再用那些就超过20年的这个潜艇。比如它现在用的都是这个苍龙级的潜艇那性能可以说是在常规潜艇里非常优越。所以台湾的这个军事能力并不是说配合这个美国和日本去了。那么第二点，他是反对美国和日本在南海的这个军事行动吗？当然不是，他要这个挟洋自重，他怎么会去反美国或者这个日本的潜艇？那他是侦搜谁的潜艇去了？他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给外界造一个错误的印象。为什么这样说呢？台湾当局现在它只有4艘潜艇，这4艘潜艇有2艘是源自美国，2艘呢源自荷兰。美国的这2艘潜艇是1940年建造的，现在已经80年了。大家想想，常规潜艇第2次世界大战时候建造的，你用了70、80年咱们不讲这个性能怎么先进还是落后，就是这个日历的时间上一个潜艇造出来，在水里泡上70、80年，那这个东西恐怕性能和它的安全、作战的能力都是大打折扣的了吧？所以我们讲这2艘潜艇，就是美国的这2艘潜艇基本上就是样子货，只能做一做训练，根本就不可能执行什么军事行动的任务了。那我们再看另外2艘潜艇，是台湾在1987年和1988年从荷兰买的。那么这2艘艇呢，就是起名是海狮、海龙那这2艘艇多长时间了呢？30多年了。
那30多年的艇啊，不说这个其他的啊保养的怎么好，或者是怎么升级换代，也是性能一般吧。首先就2艘，再有一个这个艇龄30年了，而且是当年荷兰建造的啊。那这样的潜艇你跑到南海去啊，首先你这个能不能保证艇上人员的安全，这是一个问号。第二个，当你执行这种军事任务的时候，就是台湾岛讲的侦察、训练。侦察，你能侦察别人吗？就是你这个潜艇下去之后能不能浮得上来，这是要打问号的。还有一个，你去训练，你去作战，你那个武器装备行吗？对吧？能打吗？这么长的时间了，就是你可能啊，这个噪音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就是暴露出来的啊这些噪声啊也好，都可能被别人啊提前发现，说你这个执行任务能行吗？肯定是不行的，数量上和它的这个作战能力上都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为什么台湾它还要说它有这个能力呢？实际上是打肿脸充胖，就是台湾好像现在水下、水面、空中啊，还都是有能力的，还真是像他说的是一个什么小刺猬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水下的这个基本上呢这种能力呢，无非就是布置一下水雷，阻止别人啊靠近它而已。而真正的就靠潜艇去封锁这个海峡，去执行什么相应的任务，它的这个能力啊，可以说几乎为零。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